家好，我们来喽 ！Hello， 所有女生，大家好，我是热巴。哇，热巴来喽，热巴来喽，美不美？好不好看？给大家一个惊喜哦！突然给大家一个惊喜，直接上真人给大家。那所有女生，所有佳琦直播间的所有女生和所有男生们，你们好！然后大家要多多的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哦。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帮你们请到了。那其实我们两个是在之前微博之夜有遇到过，然后还有一个星光大赏，我们有在舞台上合作过。对。所以就是没有想到就这么快可以邀请到那个热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有一个热搜，就是前一个热搜叫做就是热巴上台领奖的时候，好像去干架的感觉。所以为什么你会就走出那种气势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其实就是想踩得稳一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滑。对，那个舞台真的很滑。对。然后我看到你们穿那种高跟鞋，你怎么可以走得这么稳呢？就踩得使劲一点了。就咣当这样上台了。对。然后那个动图真的，大家说哇塞，感觉迪热巴要去干架了。那其实所有女生美们，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风格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角色的潜移默化的感觉在里面，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把迪热巴邀请来，其实是想好好的在直播间聊一聊，就这一部它是由华策影视和杭州剧集中心以及演育影视、企鹅影视和俨然影视联合出品的古代传奇励志大剧《长歌行》。长歌行要来了，真的很多的，就是影迷其实都在一直期待《长歌行》的播出。对，我自己其实也特别期待。是，所以距离就是这部戏你拍完已经有多久时间了？有1年的时间了。有1年的时间了。其实差不多这个时候开机的。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开机的。那真的是差不多正好1年的时间了。对。所以你还记得一些关于剧里面的一些小故事吗？我印象挺深刻的，就是有很多，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开机的时候，那天下着雨，然后大家一起拍，然后就觉得，虽然很多像我跟吴磊当时也之前是有拍过杂志，但是还没有很熟悉，但是那天就拍着，大家也都玩起来了，跟导演也就很熟了的感觉，对，整个剧组都融合在一起，所以就是你第一次进这个组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气氛很融洽，然后很开心的感觉啊。那其实就是这一部剧《长歌行》。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在逃公主，然后一步步变成就是现任公主的一个故事。我可以这样的接地气的来解释这个剧的故事吗？那我觉得还是要本人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你可不可以稍微的跟大家透露一点点，就这部剧里面的你的角色，或者是这部剧的一个就故事线。好啊，就是我当时看了剧本以后，就觉得他这种成长的线，我觉得特别喜欢，因为他那个精神很感动我。是，而且当时我看原著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长歌她是一个成长特别快的一个女孩，她从一开始想要有复仇的这个心态，到后来一步一步去了解，这些大人们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因为长歌当时是个小女孩，对，她的舅舅啊，她的父亲啊，她的母亲啊，就是他们去为这个他们在乎的人在乎的一些事情去做勇往直前，对贡献之后，他就开始有这种包容、大气、坚韧的一些成长。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时期来的真的非常好，因为他是讲了一个女生的故事，而且女生从慢慢的本来说比较柔弱，然后慢慢的变强，然后为了自己的爱的人和为了自己的家人去勇往直前，然后不顾一切的那种感觉，特别大气。对，38集也要到了，也希望所有的女生可以跟我们《长歌行》里面跟热巴一样饰演的角色一样，就是一直是坚韧的、大气的，然后包容的一种心态，好不好？也希望所有女生可以就是越来越好啊。那既然就是今天来了，我们就再分享一下关于这部剧里面的这个角色的饰演的你背后付出的一些故事。因为我听说这个部剧你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因为有很多的打戏。对，包括其实她的妆容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就是漂亮的然后精致的然后就干干净净那种，可能还会有很多泥巴然后包括血水之类的。所以你在饰演的时候，关于就妆容还是说或者说你那种打戏的时候，你有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在准备？因为这部戏的打戏，我们跟武术导演是第一次合作。那像以前也有跟武术导演合作过2、3次，这样的话你就会比较顺手一点打起来，因为你知道他的几个路数，你就会一下就能学得会。那这个戏呢，他有专门去为长歌去定制几套他的一些打戏，拿剑拿刀的一些动作，所以当时去学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对，尤其是第一天拍打戏的时候，我差点晕过去了，因为当时我是想要
就是打戏全力以赴的去拍打戏，全力以赴，而且我脑袋里一直都就在想，完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打戏一定要打好，不能让人家觉得我是第一次拍这种打戏，不可以的。然后在心里就做了很多很多准备，然后当时去打的时候，我当天只吃了一个巧克力。哦，一天只吃了一个巧克力。对，到中午12点的时候，差不多11点多开始拍的，然后我只吃了巧克力，因为我想就是我饿的那个状态可能会打戏会更加的用力，可能会更加有那种要打或者那种出击的力度会更大，冲击感会更大一点。对，所以当时就吃的比较少，然后当天就差点要晕过去，然后所有人都在说没事吧，没事吧，我就开始又猛吃巧克力去补血糖，然后就开始去拍下面打戏。是，而且我发现就这次剧里面的这个角色，他其实打戏的时候的一些武器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比较的短，然后有的比较的长，有的比较大，所以你在耍这些武器的时候会有伤到过自己吗？我还好，我以前拍打戏有用鞭子伤到过我自己。鞭子？对，因为那是用真鞭子，好长的一个鞭子，甩过去它会弹回来，然后啪的一下就打我自己了，就打脸了。因为我之前也拍过一个很小的一个功夫主播的广告短片，然后我就是也有那种飞镖啊，就真的我跟你们说，在现场是真实的，就是你是一个飞镖的武器，你就直接这样甩出去的。对，我就很害怕甩到工作人员的身上，然后我就是发现，就一个动作，一个好看的镜头，一个那种旋转。我跟你说，真的要拍很多很多遍，是要拍很多遍，就一直要拍，然后导演要抓住你那种最好看的那个角度，对，而且动作也最好的时候，其实真挺难得的，拍10条中可能只有一条才可以过，好不好？我的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其实《长歌行》还有一些我了解到，就是其实《长歌行》剧组当中的一些造型也是专门为这个角色来定制的，是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热巴在《长歌行》中穿的一些经典的造型的服饰，是造型那个服饰的本人来了，不是我们又重新去复刻回来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2套造型啊，再让热巴给我们来好好的讲解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转个镜头。哇哦！所以这个就是你在就剧里面真的每天都有穿的戏服。我以为我们要过去，不用，我们就不用动了，我们就不用动，直接切。我做好了准备了，幸好没穿高跟鞋。对，直接切就好。所以这个是真实你在剧里面穿的衣服。对，第一套这个穿着红袍子的，当时是那个原著上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红袍的一个造型，是。然后这一套是当时刚从那个宫里离开，要去有一些。去到那个第一个我到的那个县城，我忘了名字。就看来真的是拍完很久了，到了第一个县城啊。对，到第一个县城的时候会穿这样，因为当时还下雪。哦，其实就是这个镜头啊，对，对不对？其实就这样的一个镜头。是的，握着那把短刀，然后踏到得到到达岛。啊，没事儿，对不起。没有，刚刚你说的是什么？对，我刚刚自己突然想到一个绕口令。所以刚刚那个绕口令是什么？踏到得到到达岛。踏到得到到达岛。踏刀得刀。挡推打短刀掉，踏到得到到达岛。好，我们过。这真的口条很顺哎。所以你在剧里面不会要说绕口令吧？不会。好的，吓我一跳，我刚刚在说什么东西。好，就第一个造型是我们这个红袍的造型，就是你刚刚离宫的时候，然后去到一个小镇的那个路上，然后就是大雪天气的一个造型。对。然后第二套造型是一个比较偏素雅的，然后有点淡蓝色那种造型。那这套造型的话，你可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你这个造型是什么时候，还为什么要戴一个草帽？啊，这套造型是我后来在那个又忘记了啊！完蛋了，又忘记了。就是和一个前辈去了解我的道在哪儿的时候穿的这一套衣服哦，然后戴着帽子，当时还有一个那个白色的帘儿，对，就是为了上市集的时候不被别人认出来哦。所以这2套衣服都是他在就是《长歌行》里面会诠释2个造型，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好不好？那今天呢，就其实。就是我也想要让你在现场去演绎一下，就比如说你剧中可能用到的一些，就是武打的动作的 pose，可以教我们2个吗？就是你可能会经常出现的一个比较好看的 pose 在剧里面，或者比较帅气的，就是拿一把刀这样，就很多拍照的时候会用到。OK， 就是你拍定妆照的时候，对，就跟这个差不多，跟这种差不多，这么抓着的。哦，然后还有就是咻这样划一下也会很帅。所以你拍照的时候会自己给自己配音吗？啊，会，在心里会唱歌。我也会，有的时候不放歌的时候，我在心里会给自己唱一首歌。我也会，你知道我拍那个功夫主播的时候，也是我拿那个飞镖嘛，他说你要有那种大侠的感觉，我说什么样大侠的感觉嘛？他说这种
就是那种武器歘穿过去感觉，我就说好的，我知道了，小李飞刀咻就会自己配这种音。对，所以原来你也会配音，要让自己带入到那个场景里面。对，是的，好，那就是就据我们刚刚就是10几分钟聊天时间，大家应该对热巴在剧里面饰演的李长歌的一个形象应该有一定的小定位，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得上可甜可咸，然后又 A 又飒的一个可盐可甜可咸可盐，哎，咸是有多咸呢？哎呀，可盐可甜。我刚刚说的什么？可咸可咸，可甜可咸。哦，所以应该盐了。所以应该是可甜可咸，可甜可盐哦，可甜可盐。感觉逗到他的笑点了，感觉齁咸的那种感觉。好，可甜可盐，然后又 A 又飒的一个女生的形象，然后也是一个不断我觉得变勇敢，然后变更加的大气，然后更加包容的一个形象。那接下来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来展示一下能文能武的热巴的一面。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游戏，叫做锤子的游戏。怎么锤呀？就是真实的锤。哦，对。就是我们两个要就是一个盾牌，然后一个锤子，然后等下我们手剪刀布看谁拿盾牌跟拿锤子，好不好？啊，好。对自己说的可以选啊，来手剪刀布。我拿盾是吧？是这意思吗？你也可以拿锤子咯。那拿锤子吧，我看你有多快出手，好不好？好。来，我们就是一共5道题，然后我们助播会问大家5道题。不好意思，搞错了。我搞错了。放下，就是我会提问，然后回答对的人是捶打对方的人，那另外那个就答错的，你可以拿盾顶一下，但是要捶手臂，不要捶到女生。哦，懂了，你懂了吗？这个还好吧？这个这个还好，这个也没有必要一直捶头了，还有个 OK， 好，那我们来把话筒放远一点，我怕整个话筒都飞出去，所以就是看谁先抢是吧？对，好，懂了，我懂了，好了，来吧。第一道题，热巴的动画人物名字叫，我说吗？说出来，迪丽热巴。你什么时候还有动画名字啊？迪丽热巴就是有一个动漫形象来着，前2年是，对啊，迪丽热巴，他淡退出了荧幕，他已经退圈了。为什么退圈了？没有，只是今年没有那么多人经营他，没有记得啊，迪丽热巴。对。哦，我了解了。OK， 好。记得你要拿盾啊。我这完全反应不过来，来不及。来，第二个问题，大盘鸡中最主要的2个食材是土豆跟盘。不，大盘鸡。不，鸡肉跟土豆。这句话土豆了，你要吃盘。不，大盘鸡土豆跟鸡是大盘鸡。对啊，辣椒没有吧？大盘鸡有辣椒吗？那也有辣椒，看口味。大盘鸡有辣椒，所以谁对呢？那所以土豆是必需品，对吧？土豆是必需品啊，就鸡跟土豆一定是大盘鸡里面的，还有一个盘呢。那你已经来不及了，我都打完了。好，来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要下答对，你退出，好吧？好。买它这首歌是刘柏辛和谁一起演唱的？李佳琦。他那个锤子在他手上，同时 OK， 来，我们再来一遍。最后一道还有第4道。前2天的微博之夜具体是哪一天办的？微博之夜2月。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因为我向剧组请假来着。啊，所以那天你是向剧组请假然后出来，对，所以现在正在拍一部新剧，对，所以大家又可以再期待1年，是不是？又要再期待1年了。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吗？最后一道题。好，最后一道题。热巴在《长歌行》中饰演李长歌的身份是公主，大唐郡主。啊，不是公主吧？不是公主吗？不是大唐郡主，所以最后是大唐郡主。不是，最后褪去了身份啊，褪去了身份，然后归隐了山林。没有看，到时候大家看就知道。大家看就知道了。好的，没问题。好了，那我们刚刚是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就是互动问答的一个就是环节了啊。那我问你答了，因为这是大家我收集的大家非常想要听到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电视剧《长歌行》应该是你男装造型里面最多的一部戏了，是的，对吧？那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对你来说，应该妆容的挑战没有什么。其实它没有什么挑战，我是觉得男装会比女装更舒服一点，穿起来它没有那么多的束腰的，对，然后没有那么多头饰，所以会更轻便。对，每天化妆只要20分钟就够了。所以你以前拍戏的时候化过最长的一次妆是多久？2个小时，那个如歌。2个小时？
那在画你的这么漂亮，应该没有什么，我觉得要多画的地方是穿衣服画了那么久时间还是怎么样？头发会弄很久，头发大概1个半小时。头发跟后来杀青的时候都薄了，做。被做薄了，真的。你剧组里面的条件真的那个质量应该也不太好，凳子都做薄了，因为化妆。好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听说《长歌行》里面有很多草原的戏份，然后你觉得和以往拍戏的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那种场景感有什么不一样？场景感会觉得你真的到了那种草原上，其实我们是在东阳附近去拍的，对，但是剧组就设计了很多那个叫什么毡房啊、蒙古包啊，在那边，对，就感觉不像在棚里面拍的那种，就是置景的感觉。对，是天然的真的在一个大草坪上。那天气的影响不会耽误很久的时间吗？会，下雨的时候就只能等着。是，就在外面，如果万一突然下雨了，突然变天了，阳光没有了，就开始等着。对。好的，我还想再延展个问题，那等着的时候，平时在干些什么呢？刷手机，买李佳琦直播间的东西。我觉得刚刚通过你那些什么，就是绕口令啊，还有那个什么可闲的那种，可能很喜欢刷短视频吧，应该是。有的会推送啊，会推送给你看那些短视频。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长歌行的时候，其实正好是酷暑，对吧？其实，在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在剧组里面怎么样做消暑的秘籍，或者你自己怎么样保持自己的皮肤的状态？因为容易晒嘛，对吧？做演员就是非常非常日晒雨淋的感觉。对，其实就是做好保湿，比如说一定要擦完那个防晒霜，然后还要再喷一个那种防晒喷雾。对，因为那个要每隔2个小时要喷一次的那种。所以你的护肤秘诀就是要做防晒。对，做防晒，然后多喝水，平时也要多吃水果，因为夏天正好有很多水果。是，好，我觉得大家应该还很感兴趣一个问题哦，因为女生比较感兴趣，就是你就美貌这一面，就是你如何保持自己的身材？应该是不吃吧，因为刚刚你刚说只吃1块巧克力。我刚才看到你们准备了蛋糕，我还吃了蛋糕。你吃了蛋糕？我会吃的，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导演会告诉我说，哎，最近有点胖，然后我就会去想刻意要去稍微的减一点。我跟你们说，真的，你们可能没有见过迪丽热巴本人，她真的，我感觉我就是2年了，见到她2次，就这么近的见她2次，没有1次是胖过的，就这么瘦了，导演还说你胖。因为有的时候上镜它是那种宽一点的，我们这个也是很宽的屏幕哎，但是很瘦啊，对不对？真的很瘦啊。那就是最近维持的比较好。所以最近维持身材有什么秘籍吗？就是早上我会吃很多，然后中午的时候我妈妈会做饭给我，对，我就不吃其他的零食啊或者杂的一些东西了，就是把零食戒掉。对，然后就是早上跟中午吃的比较多，晚上基本上不吃。晚上也吃，但是就看有啥好吃的，就不会再像以前必须得吃什么。对啊，其实还是一样，就第一个克制，第二个要就是还是要运动起来啊，大家一定要运动去保持自己的身材，好不好？然后还有一点，就刚刚他说的，要做好什么防晒。因为防晒对皮肤的保养是很重要的，好不好？那其实刚刚前面聊了这么多的关于这部戏里面你的一些小有趣的事情，跟你付出这些东西，然后热巴在剧组中的演技和表现，希望大家可以在之后多多的期待跟多多的关注。我知道这个剧还是没有定档，没有完全定档，对，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多多的期待，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到演技，然后我也是有出演过。就是1、2秒钟的电影跟短视频的人，那我们2个来玩一个演技大考验。好啊，我们输的就直接我加码发1万元红包给大家。好啊，好不好？毕竟今天你的就是粉丝们都过来了，我们就发1万元红包给大家。对，就看演技，看谁表演的比较到位。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2个这样的板子，这样的板子的话呢，就要放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我们可能会做吃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动作，然后你们要猜到底谁在真实的吃，或者谁在真实的做这个动作。好不好？好，我跟你在你面前，我真的是我有点害怕我的演技，我就可能是那种最浮夸那一种。好了，来第一个，我们的考验是看谁在吃酸奶疙瘩，因为你很喜欢吃酸奶疙瘩。对。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导演为了让你吃到酸奶疙瘩，跑遍了整个乌鲁木齐都没有买到你喜欢吃的那一款。然后我说那怎么办？我们就做了一个酸奶奶酪疙瘩，而且是超大一坨的疙瘩。可以从网上买吗？因为网上买来不及，然后我们这有个同事在乌鲁木齐那边，然后让他买回来，他找了很久地方都没有找到那个，所以你试试就这一块酸奶疙瘩好不好吃？这个是脱粉神器，其实有很多粉丝就看完我喜欢吃这个，然后他们就去买，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在那些店家下面评论说你这什么东西差劲儿，就给了差评。为什么不好吃吗？
因为这个，哎，你没吃过对不对？我没吃过酸奶疙瘩。我下次带给你，就是那个真实的那个是酸掉又臭掉的味道，就是酸酸臭臭的感觉，就感觉你以为它已经过期了。哦，那你试试这个好不好？我们帮你定制的酸奶疙瘩，吃这个吧，这个没有沾那个酱。哦，好，吃这个。好，那我们每个人都，我们2个人每人都拿一点，看谁吃了酸奶疙瘩，好不好？然后大家可以刷屏说李佳琦或者是迪丽热巴，然后我们就拍照，我们拍照就答对的女生，我们就会送上佳琦送给大家的一份美妆礼物，好不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看谁错的比较多，或者是谁你们猜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发万元红包给大家。好啦，酸奶疙瘩，哇，我试一试。一个人真吃，一个人假吃。那谁真吃谁假吃？我们眼神交流一下，好吧？就看谁先下嘴。好。嗯，你确定是这个样子的味道？你这个是。所以是谁吃了呢？你们觉得是我吃了还是迪丽热巴吃了？赶快刷屏刷起来！没有人猜我，我很演技拙劣。我真的完全没有，万花丛中一个李佳琦，我太心酸了嘛！所以你们真的觉得是热巴吃了吗？女明星晚上是不吃东西的哦，她的经纪人就在她的对面，不准让她吃东西的哦。好，那我们3、2、1截图。所以正确答案是热巴吃了。对。所以好吃吗？不好吃，这个真的好难吃哦。哦呦，真的，这个味道比我那个还臭，太臭了。真的，一点也不好吃，太吓人了。这什么东西？还非常有心思的做的这种果酱，这不是沾果酱吃的，就干吃。这干吃的，所以它那个硬度会是像这种吗？不是，它是硬的，就是很硬很硬的，对不对？我心目当中的酸奶疙瘩是那种硬硬的那一种，不是那么软软的那种啊。好的啊，真的，他在喉咙里跟我打招呼，下都下不去。你喝一口水吧，你喝口水，辛苦你了，真的。还好，不太行。喝一小口就觉得真的难以下咽。好了，来，我们恭喜。那因为今天有你的很多粉丝，所以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些就是他们的名字，说他们答对了，然后他们来领礼物。第一个是名字呀，陈 AA 有，完蛋了，让热巴念 ID 可能有点太难倒他。恭喜第一位是 AA111，第2位是 Candy0331，第3位是0202LSS， 第4位是吴小萌玲。恭喜4位女生啊！恭喜4位，恭喜4位！把你们的姓名、电话和地址给到我们宝贝链接的1号客服，我们送上迪丽热巴的签名照1张给你，好不好？送上迪丽热巴的签名照1张给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了，那第2个问题，第2个互动是，你们俩要假装涂口红，让大家猜谁是真正涂口红的那个。好，OK， 所以有2支口红，好，这是热巴的，这是新的，好，来，开始了，我们要涂口红了。我们要开始涂口红了，你们要猜看谁涂了口红哦，就是我们要把上半脸露出来哦。好，来，3、2、1，来喽！蛮刻意的。你们觉得谁涂了口红？来刷屏吧！我的名字终于出现了。我的名字终于出现了，来吧，我们倒数3个数，我们截屏喽，3、2、1，来喽！好，其实是，哎，你涂了没有？刚刚我都没有看到。我没有涂。我涂了，变好红的嘴巴了。对，我涂了。来，我们看看中奖的女生，那恭喜我们的青青泪，然后第2位是90924，第3位是梦兰，第4位是99元，第4位就是99元。对，好，这4个女生，恭喜猜了李佳琦，答对的女生，我们有礼物送给你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了，那我们的互动就到这里，我们马上会发万元红包给大家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迪丽热巴的新剧《我们的长歌行》，然后我想请热巴在最后，可以让就是你送给我们所有女生一句2021年的话，或者是你用剧中的角色来送她们一句话吗？
送给所有女生的话，我觉得就是在2021年，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爱自己，然后对自己好一点。就是有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努力去争取；然后有喜欢的口红，一定要努力工作去买它。是的。然后有喜欢的我们李佳琦直播间的所有东西，你们喜欢就一定要在合适的时间，用最优惠的价格把它拍下来。合适的时间。直播间的广告。对，我的天，你真是，我真的这个广告我要花好多钱，我的天，热巴在给我的直播间做广告 ，Oh my god！ 其实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自在的方式去爱自己，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啊。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用喜欢的方式跟自在的方式去爱自己，就不要为了别人而活，也不要为了就是什么就是话语而活，就是要为了自己而活，要爱自己，好不好？那最后可不可以请李长歌用剧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来跟大家告个别，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等下还有很多的，因为他现在还在剧组，所以今天真的来我们直播间非常难得。那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叫做“愿有生之年得见盛世大唐”，对，可不可以用这样的，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跟大家再做最后一次道别？我们这个话筒很厉害的，你要不要试试看？喂，我感觉我在那种大卖场现在，我愿在有生之年得见盛世大唐。对，也是希望大家，你又来干架了是不是？喂，这种，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电视剧《长歌行》，感谢大家，拜拜。是的，谢谢大家支持《长歌行》哦。谢谢热巴，辛苦了，辛苦，下次来玩，期待新剧，谢谢，哇，太可爱了，真的。